找到你，运气会转到我这里。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。用直觉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叮当的神奇，就算是最平凡场景都会有奇迹。谁在制造问题，用最无辜的表情？谁又在用假象牵引？镜头慢慢推移，我会让你显出原形。谁在背后回应？用最诡异的安静，谁又在不经意提醒？结局全都在我手里，无忧无心。算你跑得快，今天放过你。圈圈不可以，线条不可以，颜色也不可以。So， 那我干脆不要穿了哦。换就换了。本年度最硬的比赛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5、6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Perfect。手术狂魔5年前杀了3个人，为什么那个时候连他的身份也查不出来，就连他的性别都不知道？他也太神了吧！那3名受害者根本都不认识对方，而且没连带关系，
所以警方一直无法从死者身份上查出任何有关手术狂魔的线索。也就是说，他是随机选人来杀，目的就是要炫耀自己有超高的手术技能。哇，这样的人也太恶毒了吧！而且根据法医的推测，这些受害者被手术狂魔动手术时，大部分都是清醒的，可想而知他们是多么的痛苦。真的很难想象，人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哎，大力士，如果让你遇到手术狂魔，你会怎么样？我？小树，我来迟了，别怕。英雄，不可以。你叫我什么？英雄啊！谢谢你啊，英雄。我要。你要嫁给我吗？我要洗手，里面很油。喂，大力士，你在傻笑什么啊？没事。哎，莫妮瑟，莫妮莎，展店呢？哦，他在督促那个阿嫂做拼图。那这样就顺眼多了。哎，瑟，你说我今天这样是不是特别可爱？等着啊。Face front， 举起手，干嘛？举起双手。瑟，我年代很辛苦的啊。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邋遢？喂，于杰，什么事啊？死者胡志阳30岁，也是一名医生。就是上次我们在欧芬尼家外见到的那个。今天早上6点多左右呢，邻里监稿接到电话，说这里有命案发生。打电话的人没有透露身份，跟上回一样。死者胸膛上留下的疤痕，和上一宗命案的凶手所用的封口手法是一样的。吕大雄，于警官，我迟到了。是谁通知他的？是你？不关于杰的事，我自有办法找到情报。我要你现在马上离开这里，然后等着向黄警司解释。你先听我说几句话，等我说完之后，你再考虑要不要把我轰出去。你应该很清楚，我不是来搞乱的。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，就是抓到凶手。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？等抓到凶手之后再来对付我，否则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你的废话说完了没有？我已经掌握到重要的线索，如果我们合作调查的话，凶手很快就会露面的。半年前，陈教授最后一次帮人动手术的时候，你是其中一名手术护士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他们在进行手术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？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没什么事发生。是吗？那后来，病人为什么死了？病人是在手术以后突然出现并发症致死的。你确定那场手术没有发生问题？根据我们调查所知，陈教授一直都有定期为病人进行手术，不过却在半年前这场手术后，他总共推拒了4宗手术，而且这些都是病人特别指明请求他做的。为什么？是不是陈教授在进行手术的时候犯了什么错误，导致病人死亡？所以在那次之后，他就不能再帮人做手术了。我不知道。蔡小姐，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告诉我。蔡小姐，这关系到2宗命案，如果你隐瞒真相，那就是保护凶手。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真实的情况，所以我不敢乱讲。如果说手术没有问题，那是不是手术前的诊断可能出了错误，导致病人死亡呢？对不起，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。那是谁负责为病人做出手术前的诊断？通常是陈教授做的。
那欧芬妮医生对这件事的反应又是什么？病人去世以后，他有查过病人的诊断报告，但是没发现任何问题。欧医生，我们有2宗命案需要你协助调查，麻烦你随我们回警局一趟。请。在4个小时前，我们发现了胡志阳的尸体，他的死状跟陈祥忠一样。他死了，也是被杀的吗？先是陈祥忠，然后是胡志阳。你跟他们2个人都有关系，所以我想你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杀。我不知道。在胡志阳死的前一天，有人看到他在你家外面，当时你们起了冲突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是有关于工作上的事。是不是6个月前的一宗手术？半年前，你跟陈教授进行了一宗手术，当时出了差错，导致病人死亡。我肯定你知道真相，可是你没有揭发内情。胡志阳怀疑这件事，于是他展开调查，结果被陈祥忠调出手术部。可是他没有放弃，他3番4次从你身上得到证据。那只不过是你的猜测而已。你为什么要维护陈祥忠？难道你们之间有私情？我一直把陈教授当成长辈，他是我最尊敬的老师，我们之间是清白的。你为了要和他在一起，故意利用这件事来威胁他，逼他离婚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这样做。这是你们几次入住酒店的记录，你不要再否认你们之间的关系了。曾经有人跟踪陈祥忠，那个人身上有formalin的味道。我也在你身上闻过formalin的味道，所以你就是那个人。我为什么要跟踪他？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手术狂魔的网站？没有。你是会员吧？否则你怎么会模仿他的杀人方式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逼婚不成，因爱成恨，所以把陈祥忠杀了。之后，你也受不了胡志阳的纠缠，所以也把他也杀了。我没有杀人，你根本就没有证据指证我。你们竟然会怀疑我杀人，真的太荒谬了。吴医生，如果你不是凶手的话，希望你能把真相说出来，否则情况对你真的很不利。半年前，我和陈教授进行一项腹腔镜的手术。由于手术前的检查出了疏忽，所以并不知道病人的膀胱已经出现了移位的状况。所以，陈教授在进行手术时，无意中导致膀胱损伤而不知情。手术后，病人出现了并发症，已经来不及抢救了。所以陈教授就隐瞒他的疏忽，并且要你帮他保密。病人的报告是我修改的，可是当我看到病人家属伤心的脸孔时，我真的无法面对自己所做的事。后来，志阳对这件事起疑，不断的追查，却导致他被调离手术部门。为防人多口杂，我跟陈教授有几次相约在酒店房内。或许我们不应该把真相说出来，可是我们可以暗地里为死者的家属做出补偿啊！不行，你这么一做，一定会留下破绽，难保以后会被人家发现。可是我不能够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每天都在提醒我自己，是我做错了。你没有错，错的人是我。你不要再责怪你自己了，就当做是我逼你做的，好吗？就在他去世前的前1个星期，我忍无可忍，和他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。你现在算是在威胁我吗？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承担责任，只要我们坦诚认错的话，别人是会谅解的。
你到底明不明白啊？这件事情一旦被揭穿的话，我这么多年来的努力都白费了，我的名誉会扫地的。可是我们不能够再逃避啊，江小雪只会逃避一辈子的。我不想再谈这件事情，你不要逼我。与其说我不能够接受自己所犯的错，倒不如说我不能够接受，在我心目中完美的老师，竟然会那么不负责任。真的没想到，他就这样走了。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志阳做的，可是现在他竟然也……欧医生，谢谢你把真相说出来，我们没有其他的问题。欧芬妮的男朋友林正维，他已经证实了，在命案发生的期间，他一直都待在家里，那就是说，他一定不是凶手。看来他好像和这个命案也无关。表面上看起来的确如此。你不相信他的口供？我们看了解剖报告，再决定下一步吧。啊，那不需要去解剖室吗？你怕别去啊 ，stay。谁说我怕？我偏不 stay。就和上一宗命案一样，死者上半身的主要器官都被凶手动过刀。这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？手法一样，甚至连切割的部位也分毫不差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这次熟练多了。怎么说？动刀的部位更加精准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比上一次细腻不少。他一定是故意这么做的，目的就是要我们称赞他。这是手术狂魔的作风，他最爱炫耀自己有多高明。如果凶手真的是手术狂魔的话，他真的改变了很多。怎么这么说？我拿了5年前的解剖报告来看，发现手术狂魔杀那3名受害者的手法非常精准，就好像把3具尸体复制出来一样。感觉上，他就好像一台手术机器。而相比之下，这次的凶手显得比较人性化。所以，这一次很有可能不是手术狂魔干的了。那倒未必。他隔了5年没有出来干案，杀人的手法自然会生疏。我不排除凶手还是手术狂魔的可能性。这次凶手也把死者的脚趾甲扯了下来。手术狂魔从来没有破坏过尸体的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会继续跟进这2宗命案的解剖报告，如果有进一步的发现，再让你们知道。谢谢你，于医生。拜拜。喂，你跟人家很熟啊？还好，有问题吗？自己犯规就好，不要连累别人。有吗？你想太多了吧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什么？那你们想想，为什么手术狂魔这么难抓呢？原因是他随机杀人，根本无从追查他的身份。可是这一次，凶手连杀2个人，而这2个人都有连带关系，很明显的啊，凶手肯定认识他们，说不定还有仇恨。手术狂魔的杀人动机非常的单纯，他除了想表现自己心中的不满之外，还想炫耀自己的技术高明。以他的作风，他是不会轻易留下线索让我们追查他的身份的。所以，我反而怀疑，凶手是 Want to Die Fan Club 的成员，而且是一个 copycat。你不是一直都很希望这个凶手是手术狂魔吗？干嘛现在又来否定啊？我当然希望他是。不过，不管是不是，总之凶手跟手术狂魔的心态和想法是非常接近的，愤世嫉俗，爱自我表现。我有个办法，可以把他引出来。他那么爱自我表现，就是为了想要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力。不过，我们就偏偏不让他得逞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就来一个警方和所有媒体的大合作，故意不报道这一次的命案。这样做有意义吗？万一他真的又被激怒，再去杀第3个人怎么办？就算不这么做的话，我们也不能确保他不会继续杀人。我同意用他的方法去试一试，至少有机会让他乱了阵脚。如果他沉不住气的话，我们就有机会逮捕他。
赞成我的做法啊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嗨啊？易警官，在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，或许这就是最好的方法。我们不妨试一试，没有坏处的。好，就3天。可是如果在这3天里面他还是没有什么动静，我就不会继续封锁新闻了。好，就3天。Excuse me， 请问最靠近的地铁站在哪里啊？往你的左边走，隔几天商店，大概300米就可以看到入口了。谢谢。嗨，我姓江，叫寨西，是韩国华侨，刚从首尔回来不到2个星期。我有这个荣幸，可以认识你吗？好久没有尝到迷路的感觉了。我已经告诉了你往地铁站的方向。一个失去灵魂的人是无法找到方向的。这本书我2年前也看过，蛮有意思的。书中的主角为了达到目标，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。后来他反悔，开始寻找自己逝去的灵魂，最后还是让你自己看结局吧。可以让我继续看书了吧？其实有很多人都像他一样，盲目的寻找自己的灵魂。当你失去了灵魂，你怎么会有能力去寻找呢？我今天走了不少地方，双脚几乎没有感觉了。谢谢你让我坐一会儿，很高兴可以认识你。再见。偷我钱包！拿出来！没有！给我！拿出来！没有！你不给是吗？住手！嘿，回来！偷我钱包！偷我钱包！啊！住手！放开他！这小坏蛋偷我钱包啊！是吗？我可没看见。小姐，你有看见吗？地上钱包是不是你的？他真的有偷我钱包啊！你明明看到的。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我再说一次，放开他！算你幸运。小朋友，你没事吧？以后不要再偷钱了，知道吗？回家吧。看来我又迷失方向了。为什么要帮那边小孩？如果他不是小孩，我一定不会帮他。因为每个小孩都有机会选择他自己的人生，何必让他失去这个权利呢？怎么了？你不同意我的说法？不是每个小孩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。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福，或许一早就注定了。韩国人有句名言说：“人绝对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幸福或不幸。”到了。谢谢你把我这个迷路的羔羊带到目的地。不谢。我们算是蛮有缘分的，这应该不是偶然。我有预感，我们还会见面。
这是你那天看到的3个会员。没错啊，就是他们啊。张学友、周杰伦、林志玲，他们几时变成 One to Die Fans Club 的会员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已经照他们样子说出来了。我可以走了吧？走？还想走？你当我是白痴啊？那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打你啦！放开我！不要吵！不要扯我！死安迪，竟敢耍我，简直是不想活了！陈队，没想到你这么凶暴的。没有啦，只是吓吓他而已。警察是不可以对疑犯动粗的。哎，你知道就好啊！你刚才还差点把我给吓死，你知不知道？莫丽莎，哎，莫丽莎，Sir， 已经有2天没有报道关于第2宗命案的新闻了。这个方法真的有效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是我告诉他的。你干嘛到处跟人家说？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机密？我不知道这么机密的 ，Sorry Sir。还有啊，我只是要求你穿单色的衣服，真的这么困难吗？我只有1件单色的衣服啊，可是都被你扯破了。破了就去买。喂，我的衣服都是这个样子啊！如果你要我配合你，那你买给我了。你认为这样的事会发生吗？嗯哼。你不只是猪，你是白痴啊！大力士呢？他去买祭品。买祭品干嘛？今天我们要拜祭小狗，你忘了？今天是他的忌日。哦，对了 ，Sir， 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吧？人都死了，拜什么？怎么说？小狗以前也是你的搭档。啊，陈队，你的手机响了，阿婆打来了哈，快点接。有没？哎，Sir， 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买什么东西这么久？我买了小狗生前最爱吃的灵记蚝煎，排了很久才买到的。哎，等一下我们几点去祭拜小狗啊？你们不要趁机会偷懒，要拜的话赶快拜。这么冷血，以后他死了，没有人会记住他。长弟，不要这么刻薄嘞。惨了，是不是看他太久，说话这么毒？不行，我要反省。在搞什么鬼啊？是你呀！你给我站住！喂，不要跑！原来是他送钱给我们的。李大雄，你给我站住！李警官，这么巧啊？你有胆做，没胆承认啊？什么有胆没胆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要以为每次送钱来就可以弥补他们失去儿子的痛苦。小狗是我舅舅唯一的儿子啊。他本来是一名优秀生，从小的志愿是当警察。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、前途一片光明的年轻人，就这样被你害死了。这是一起意外啊，没有人想发生的。要不是因为你想逞英雄，小狗会死吗？他既然决定当警察，就应该知道随时会牺牲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还想为自己开脱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不要再送钱来了，我们不需要你的同情。还有，就算你抓到手术狂魔，也弥补不了自己的错。你不要想借着任何方法来赎罪了。够了！
么狠吗？啊，你看不出他已经很内疚了吗？我们走。其实，对小狗的死，心里一直都不好过，可是表面上又死不认错，何必这样呢？这样只会让大家误解你是个冷血无情的人。别人怎么想我不管，我也不在意。你看，又来死撑了。你如果真的不在意的话，那干嘛一直送钱给小狗的爸爸妈妈？我钱都不行啊。我听大力志说，你是个嘴硬心软、心地善良的人。啊，原来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。你到底带我来这里干嘛？我要帮你解开这个心结啊。Hello， 我没有心结，就算有的话，来这里又能怎么样？很简单，你只要对着大海大声的喊，把你心里所有烦恼都喊出来，这样你就会舒服多啦。老土。真的很有效的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啊。想到用跳海来发泄啊，很好，尽情的发泄哈。哇塞，你好厉害呀！厉害厉害！哎，哥，我书包里有很多件衣服哎，你要穿哪一件啊？就算走干我的衣服，我也不会穿你的。只是叫你穿我的衣服，我都这么看不开，难怪你活得这么不开心。一起叫啊，把心里的不开心都叫出来。哎，你干嘛坐在那里啊？跟我一起跳啊，这样你所有的心结都会解开的。来，一起跳，快点！我刚才还想看你有什么办法，可是我现在完全放弃了。啊，好，看我不适合你，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这个啦。那，用力的敲，把你心中的不愉快都敲出来。那，你有没有更幼稚的方法？哎呀，只是玩玩而已嘛，就把它当作是游戏啊。那大不了，如果你有办法拿满分的话，那我答应你，以后我就只穿单色的衣服。一言为定。这个机器一定是作弊的。哎呀，拿不到满分就不要赖在机器身上嘛。反正我们做人不是每件事都要得满分的，尽力就好了，得不得满分那不重要啊。对，干嘛？不用这么感动的。猪啊你！喂，你等等我，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。喂，古人说得好。一醉得以解千愁，你尽量的喝吧，我保证啊，你一定可以疏解你心中所有的郁闷。喂，你干嘛叹气？难道我做了这么多，你都没有好过一点吗？放过我吧，回家了。好，喝完就走。你的方法是无聊了点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一番好意。
反正我都没有帮到你什么忙，就不用谢啦。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帮到。哈，我就知道我不会白费心机的。来，为你终于可以解开你的心结，干杯！开门。要不要我帮你开门呢？钥匙呢？钥匙。喂，你的背包多久没洗了？喂。喂。房间呢？天哪，这是房间吗？你是谁呀？真不好意思。原来你就是静怡的上司啊！刚才没有吓到你吧？啊，没有。夏先生，请问你是做哪一行的？你过来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，你就知道我做什么了。来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那个爱因斯坦的吗？你对了。来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，你又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，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，叫做隔空移物器。暂时还没有人知道，我已经研究成功了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。那，这是一粒球，我把它放在左边，我只要一启动这个装置呢，这粒球就会从左边移到右边，不要眨眼啊！怎么样？很惊讶是不是？很惊讶。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的。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件呢，都是由微粒一层一层的组织而成的，然后呢变成了原子，原子呢再变成了分子，分子再组成物件。我只要把物件的分子变成原子，再把它变成微粒，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之后呢？再把这个物件重新的恢复原状，就这么简单。夏先生，时间不早了，我看我得走了。哎呀，真可惜啊，我老婆已经睡着了，要不然我就介绍她给你认识。哦，不用了，不客气。那我送你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可以了。好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送静怡回来啊。没关系。对了，千万别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啊。好，绝对。慢走。真的把凶手逼得忍无可忍，自己公开案发过程啊！我的方法真的有用哎。
记得5年前手术狂魔第一次干案的时候，媒体都把他称为变态杀人魔。结果他第2次杀人的时候，在案发现场留下了手术狂魔这个称号，可见的他是急于表现，他绝对不能忍受被忽略的滋味。小猪啊，看你傻里傻气的，竟然可以想出这样好的点子。哎呀，那是当然的啊！法国名侦探亚森·罗宾说过 ，You must think out of the box。废话，这句话是人都说过啊。好，你这么厉害，你告诉我，片段里面你看到了什么？哎，他好像有时会停顿，然后再继续哦。来，他又停了。我觉得他好像在练习手术，可能是边看书边照着书本动手术的。笨猪，教导他的不是书，应该是另外一个人。他每次都停顿，就好像听从有人的指示，然后再继续下刀。所以凶手有2个。而且在背后指导他的人，很可能就是手术狂魔。他干嘛要这么做？自己动手不是更快吗？不清楚他的意图。Sir， 你好像很肯定这个幕后的指导者就是手术狂魔。因为只有我收到他寄来的网址，很明显的他想挑战我。会做这种事的人，除了他不会有别人。那你现在的处境不是很危险吗？我还怕他不来找我呢。反而是你，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不用担心我的，我没有这么容易死的。就算死了，我也不会怪你的哈。Shut up。Sir，疑犯的拼图快拼好了。走。我已经尽力了。哇，哎，这是林志伟啊！你肯定你看到的会员就是这个人。是啊，身上有怪味道的人就是他。哎，算，你去哪里？喂，那我可以走了吧？这么有绘画天分，干嘛不早说？我以为要拼图，我不是拼咯。你都没有叫我画，还是这位警官比较聪明，他叫我画的。死老太婆，这次不打你不行了。哎，暂停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欧医生，你好，打扰你了。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是关于林正维先生的。别生气，我会找到你，运气会转到我这里。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。用直觉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叮当的神奇，就算是最平凡场景都